每天分享精彩生活小妙招，简单实用，围绕在身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穿针困难不用怕，只需一个瓶盖，穿针又快又准，解决很多人的烦恼。平时我们的衣服掉线了，或者小朋友太调皮把衣服弄破的时候，一般都是用针线把衣服补一补，就又能继续穿。只是穿针引线对于老年人、视力不好的人来说就很困难。穿针引线不需要仔细盯着针孔来穿，今天就教大家几个穿针引线的小技巧，简单方便，视力不好也能快速把线穿好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穿针方法一：徒手穿针法。平常我们穿针引线就是直接用线的顶端去对准针眼的，但由于线非常柔软，还有着一些毛絮，而针眼又太小，就导致每次都很难将线穿过针眼。其实这个时候，我们只需要把线拉长一点，然后对折一下，接着再把它放在食指和拇指的中间，这样在线折叠的位置就会形成一个小圈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把针穿过这个小圈，然后用力一挑，小圈就变小了，两根线也紧紧地重叠在了一起。接下来，我们只需要将针孔对准线头，然后往下按压一下，就能轻松地穿过去了。其实这是因为双股线更加的坚硬，而且经过我们用针挑，它们还紧紧地重合在一起，也使线变得更细，所以我们就能轻松地穿过针眼了。穿针第二个方法，线头穿针法。每次使用完针线后，在针眼处都会预留一小段的线头。这个线头我们不要把它扯掉了，其实利用这个线头也能快速地将新线穿过针眼。方法非常简单，我们先把针和线头放在桌面，然后将线头往两边展开来，接着把新线扯出来一长段后，随意搭在针眼其中一边的线头上，之后一手抓住针和新线，另一只手把两边的旧线头归拢并拉紧。第三个穿针引线的方法就是我们的塑料瓶穿针法。喝完的塑料瓶呢，咱们取下它的盖子，使用刀将它切开对称的两个小口。这时候我们在扫把里面裁剪下来几根线，因为扫把里的线泥它是比较硬的，我们将它对折起来，折成一个小圈圈，再将它放在塑料瓶的缺口，也就是我们裁剪的位置。再使用透明胶把瓶盖的缺口封起来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利用这根线的小圈，先穿到针眼里面。穿好之后呢，再将我们需要的颜色的针线放到小洞里面，接下来只需要轻轻一拉，朋友们就可以看到针线就很容易，并且很快的到我们的针里面了，特别的方便。这个方法特别合适我们的老人以及视力不好的人，而且用完的瓶盖也可以重复使用哦。第四个穿针的方法，胶带穿针法。当针上没有残留的线头时，我们也可以利用透明胶带来穿针引线。方法特别简单，只需要剪上一小段的透明胶带，然后再把要穿的线粘在胶带上面，再把胶带有线的地方对折，折好，我们用手指按压一下，使它粘得更加牢固。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用剪刀把线和胶布一同剪下来，将胶布剪成比线大一点点的长条。胶带的顶端我们最好是斜着剪，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尖锐的角，下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穿针了。只需要把胶布对准针眼，胶布比较坚硬，这样就能一穿而过，把线一并穿过了针眼。当线穿过针眼后，我们再把有胶带的部分剪掉就可以了。这个穿针引线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实用。第五个穿针的方法，牙刷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物品，牙刷也是需要经常更换的。
如果有些朋友觉得穿针引线比较麻烦，我们拿一把废旧牙刷过来，利用废旧牙刷来帮忙解决穿针引线的这个问题。我们可以将废旧牙刷平放在桌子上，刷毛位置朝上摆放，然后将线拉直，放在刷毛的表面，再用针眼对准刷毛上面的线往下按压，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将线进入针孔内。由于牙刷的刷毛比较柔软细腻，所以可以轻松地将线塞入针眼内。通过这种方法，我们可以快速轻松地完成穿针引线，而且还可以使废旧牙刷得到充分利用。第6个穿针的方法就是利用家里的扫把来帮忙。扫把不仅仅是一个清扫工具，成为我们缝补衣物的小帮手。利用扫把毛细又硬的特点，就可以轻松制作出一款简易的穿针引线小神器。只需要拔下一根扫把毛，把它对折并且捏成尖角状，用胶带粘在瓶盖上，简易的小神器就制作好了。使用的时候，把扫把毛的尖角穿过针眼，再把线穿过扫把毛的尖角里面，然后拉动扫把毛即可完成穿针引线。这个小工具简单而实用，而且还可以长期使用，有了它，在缝补工作的时候会更加方便快捷。第7个穿针的方法，笔、针、线。为什么说可以用笔来穿针引线？我们还需要借助一样东西，那就是家里的扫把毛或者细铜丝线也可以，但是扫把毛比较常见。我们拔一根，然后拆开我们的笔，我们的笔拆开后拿出扫把毛，我们给它对折一小段，按压几下，把我们的扫把毛泥先插进笔杆里，留出一小段，接着装上我们的笔芯，注意扫把毛不要带进去，离笔尖大概 0.5 厘米的距离，接着拧上我们的笔头，一定要给它拧紧，这样我们的扫把毛就会固定住。经过我们的笔芯跟笔头的固定，我们的扫把毛泥已经非常的牢固地卡到笔的里面了。稍微整理一下扫把毛，来试一下效果怎么样。取出一支根针，用我们的笔尖直接捅进针眼里面。我们的扫把毛泥比较坚硬，就这样轻轻一戳就能戳进去，戳进去一撸，到底我们的扫把毛会自然的张开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线穿进我们的扫把毛口里面，接着我们的针轻轻一带，这样我们针就穿好了。这样做相当于放大我们的针眼，赶紧给家里的人做一个用笔做穿针神器的小妙招，是不是非常实用？赶紧给家里的爸妈也做一个，希望妙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烦恼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转发分享出去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